只需将华贵的富婆指引到客房，电梯员便能获得不菲的酬劳。可刚到门口，对方的眼神就犹如烈火般灼热。起初克鲁尔并不敢越界，只是公事公办，可夫人却故意将他叫到房间，还要求他帮忙脱掉衣服，否则就要投诉。无奈在一番威逼利诱下，两人建立起了秘密关系。但作为奖励，夫人直接将价值连城的首饰送给了克鲁尔。这是克鲁尔第一次赚到认知以外的钱，也是助他成为骗术高手的第一步。克鲁尔原本出生在德国的一座村庄，除了天生顶着一副帅脸外，家庭也十分富裕。父亲经营一家香槟酒庄，每天研究怎么赚更多的钱；母亲则不务正业，整日忙着贪图享乐，还和经常来家中做客的教父有染。年幼的克鲁尔虽看在眼里，但并不对这些莺莺燕燕之事感到诧异，因为教父相比父亲而言，更能教导他人生哲理。Man muss ein Kostüm auch ausfüllen. Und dazu gehört Leiden. 年幼的克鲁尔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还会在山顶举杯庆幸生来不凡，但上天总会可以安排一些事来提醒你，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于是在克鲁尔10岁那年，父亲因为经营不善，香槟帝国一夜崩塌，还欠了很多外债。当晚父亲叫克鲁尔进房叮嘱道 Nicht von einer Bank, nicht von reichen Leuten, Nicht von Reichen, und von keiner Frau. von keiner Frau. 当时的克鲁尔并不知道这几句话意味着什么，直到隔天看到父亲自尽的模样，才知道是对方的遗言。自此他从人人羡慕的中产阶级直接滑落为赤贫阶级，随母亲与教父隐居乡下。之后母亲便开了个小饭店营生，克鲁尔只能睡在又脏又小的厨房，鼻子的空间和充满油烟的味道都在不断提醒着他，贫穷是一切苦难的根源。于是他下定决心，一定要重新恢复家族荣光。好在教父认识巴黎大酒店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克鲁尔写推荐信。就这样，他只身一人来到巴黎，再用最后的路费买了身西装后，克鲁尔邂逅了他的一生挚爱安娜，于是恢复家族荣光的计划只能搁浅。他与安娜共同生活，但很快新的问题接踵而至。为了不被抢制服兵役，克鲁尔想到了装病，但看着被揭穿的下场，他只能灵机一动，扮作狂热的激进分子。一番掷地有声的发言，所有人都被克鲁尔的身世唬住，只能以精神失常为由拒绝了他的入伍。就这样，克鲁尔再次逃过一劫。自此以后，他与安娜越来越珍惜在一起的日子，但安娜并没有让爱情冲昏了头脑，两人都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窘迫的生活也是必会将人的灵魂抽干。于是他决定放任克鲁尔前往巴黎，虽然不是分手，但离别的伤感却无比真实。而克鲁尔望着安娜离去时的背影，他在心中暗自发誓，势必要谋划一场惊天骗局，让女郎过上挥金如土的贵妇生活。于是他来到了巴黎大酒店，旋转门不断吐出裹着香水味的风，令克鲁尔心潮澎湃。在望着酒店里络绎不绝的名门望族，他隐约觉得自己能在这片土地上大展拳脚，但现实却给了他一个重重的耳光。他被分到像猪圈一样的群居宿舍，行李刚放下就被领班敲打。克鲁尔无论是正规途径获得的薪水，还是灰色收入，他都要分走一半。而此时的克鲁尔还没意识到这个世界没有公平可言，于是次日他就将领班勒索自己的事情告诉了经理，但经理和领班同流合污，当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警告如果还有下次，就让他卷铺盖走人。克鲁尔只能尴尬一笑，随后反手举报到总经理那里。但没想到的是，对方竟也劝他要遵守规则。在意识到这个社会毫无公平可言后，克鲁尔决定放下身段，而很快凭借出众的样貌，他被欧普夫人看上。起初他并不敢过火，但在一番威逼利诱下，克鲁尔妥协了，并得到了丰厚的报酬。而晚上领班搜身时，克鲁尔交出了首饰，领班要求他拿到古董店卖掉，但无论多少他都要筹走400，克鲁尔只能答应。可当去了典当行后，价格却被压到了200。克鲁尔瞬间意识到这几个人都是一伙的，他拿了胸针转身就走。老板提醒他，如果今天走出了这扇门，整个巴黎城没人会收他的货。克鲁尔思考一番后，答应了老板的条件，但也留下了一句话 Sie lassen die Möglichkeit außer Acht, dass diese Brosche und dieser Ring nicht der hundertste Teil dessen sein könnten, was ich Ihnen anzubieten habe. 老板看克鲁尔相貌堂堂，猜测他以后是大客户，便以原定800法郎的价格收购了这批首饰。而按照规则，克鲁尔要拿出400法郎交给领班。但就在这时，欧普夫人再次指名道姓，要他提供客房服务。虽然此时克鲁尔已经疲惫不堪，但顾客就是上帝，他只能再次穿上制服，走进了欧普夫人的客房。而次日，在欧普夫人的提议下，克鲁尔晋升成了酒店的服务员，并且凭借出色的外表，他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但也在那段时间，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女人，竟也找到了这里。Auch andere können nach Paris fahren. 而这一次，克鲁尔决定放手一搏，于是便策划了一场惊天骗局。Und hässlich ist er auch nicht. Geh zu ihm hin und sag ihm, dass dir aufgefallen ist. Ich weiß, wie ich ein Gespräch anfange. Ich liebe dich.
安娜若无其事地经过侯爵，然后假装将手帕丢下，等侯爵为她拾起时，两人目光交汇，而爱情的种子也在看不见的地方生根发芽。最终在一段时间的接触下，侯爵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安娜。而接下来便轮到克鲁尔上场了。为了制造合理的偶遇机会，他穿上西装打上领带，来到一家高档餐厅，又向服务员递了几美金，获得了坐在室外的机会。而拥有雕刻般五官的克鲁尔果然吸引到不远处侯爵的目光，因为从他的相貌气质上推断，他绝对不是一般人，于是便主动与他攀谈起来。而克鲁尔自然不会拒绝送上门的猎物，接着便讲出了自己的故事。他原本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但在10岁那年，父亲因资金断裂，香槟帝国一夜崩塌，不久后便选择了轻生。眼看生活一落千丈，他只好来到巴黎寻求一番新的事业。可在半路上，他遇到了自己的此生挚爱安娜，那段时光是他人生中最充实热烈的。可安娜并没有让爱情冲昏了头脑，她深知窘迫的生活会将人的灵魂抽干，于是决定主动离开。Du bleibst hier stehen, zieh dir die Leute an, genieß die gute Luft. Und wenn ich weg sein sollte und nicht vorher, dann kannst du weinen, wenn dir danach sein sollte. Gehabt dich wohl. 一段肝肠寸断的爱情故事让侯爵动容不已，因为他此刻也正遭遇着人生危机。自己侯爵的身份跟女友莎莎并非门当户对，父亲棒打鸳鸯，逼迫他立刻分手，否则将拿不到一分财产。所以他今晚和莎莎约在这家餐馆来诉说相思之苦，但殊不知他口中的莎莎正是克鲁尔的爱人。而此时安娜正在远处观看两人的谈话，突然一个男人贴近她，开出了3法郎的价格。安娜深知如果不好好把握侯爵的话，自己天天都会遭到骚扰。爱情对于贫穷的人只是奢侈品，纵使自己对克鲁尔痴心绝对，也换不来一顿可口的餐食。因为自从安娜来到巴黎后，克鲁尔便分身乏术，白天要处理酒店里的事务，晚上便穿梭在安娜和欧普夫人之间，并趁欧普夫人熟睡时偷走首饰卖给典当行，以此来换取一笔不菲的收入，然后又用这笔钱来支付安娜的日常开销。而白天两人则会装出陌路一般，只有在目光交汇之处才能碰撞出独属于他们俩的情愫。而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挽着别的男人的手时，克鲁尔虽装作毫不在意，可滚动的喉结还是出卖了他。他极力想维持住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娜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她开始不满足每天逢场作戏的人生，现在的她只求一个稳定，并且安娜已经假戏真做，在与侯爵的相处中渐渐萌生了爱意。更重要的是和侯爵在一起，她会感到莫名的安心。安娜曾不止一次跟克鲁尔说过，自己想回归正常生活，哪怕开个小店，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就好。但克鲁尔深藏在基因里的特质，让他根本不会过安稳的生活。Dann würde ich sagen, dass mir ein kluger Freund gesagt hat, dass man nicht aus der Rolle fallen darf. 克鲁尔既想要用自己的肉体和头脑出位，又想满足他安稳的诉求，但什么都无法使气的人，最终什么也留不住。而这时欧普夫人从楼上下来，看着两个年轻人之间的眼波流转，夫人也知道克鲁尔不是无情之人，只是心里装的人不是他。于是他收拾好行李，在最后看了克鲁尔一眼后，便转身开启了新的旅程。而欧普夫人的离去让领班失去了一笔不小的收入，于是他又把目标锁定到另一位女富豪的女儿身上。 Bei uns soll ein Gast sich niemals hilflos fühlen. Wenn etwas möchte, ist es auch verfügbar. Die Frage ist immer der Preis, aber nicht das Ob. Die Verfügbarkeit ist gegeben. 女孩懂了，果不其然，这天夜晚，小女孩以呼叫客房服务为由，创造了一个和克鲁尔独处的机会。可不料这次视财如命的克鲁尔并没有接受，女孩有些恼羞成怒，刚准备投诉他，克鲁尔便打断道 Das können Sie tun, aber das wird nichts ändern. Genau der Kellner, der zu Ihnen von den Preiselbeeren gesprochen hat, zwingt mich, den Dienst an diesem Ort zu quittieren. 果然等女孩追出来时，就看见领班在威胁克鲁尔。于是第二天，女孩带着家人投诉了领班，告他猥亵了自己。看着被扫地出门的领班，克鲁尔悟出了一个道理：巴黎酒店就是人性的具象化。瑰丽的水晶吊灯将来往人影切成碎片，香槟塔在来往的笑声中坍塌，高脚杯研出的唇印像未愈合的伤口，渗出欲望与谎言的脓。如果自己继续在这里工作，迟早要被同化成和领班一样的人，并且自己与安娜的生活理念背道而驰。他想要放荡不羁，尽可能捞到更多的钱财，而安娜是一心求安稳的女人，所以还不如潇洒放手，趁早送她一个美好的婚姻。故事讲到这，侯爵终于意识到这是一场针对于自己的骗局，并且克鲁尔口中的安娜正是自己的爱人莎莎。但这个圈套他一定要钻，因为通过克鲁尔的故事，他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如果两人的身份对调，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克鲁尔用自己的身份出国深造，而自己用克鲁尔的名字和莎莎远走高飞。等1年后，他回国继承父亲的财产和莎莎成婚，再给克鲁尔2万法郎作为报酬。这样一来，两人的目的都能达到。这次克鲁尔通过自己精心编织的谎
谎言，成功诱导侯爵完成了这出瞒天过海的好戏。而第二天，当克鲁尔和莎莎在火车上碰面时，他再也控制不了情绪，一把将莎莎拥吻在怀中，直到侯爵匆匆上车后，两人才依依不舍放开对方。克鲁尔将这些年偷来的财物都给了莎莎，足以保证他们半年内衣食无忧，而侯爵则带来了他所有的身份证件和资源。随后列车一路向北，转眼就到了下车的地方。而情人的离别总是伤感，克鲁尔低头想要最后亲吻一次莎莎，但还是只说了句Ich wünsche Ihnen ein langes und glückliches Leben mit Felix Krull. Sasa, wir müssen aussteigen. 这句话让莎莎瞬间摇摆起来，一边是催促下车的侯爵，他可以给自己提供衣食无忧，另一边是自己的爱人克鲁尔，美好回忆的缔造者。面对这两人，莎莎显得无所适从，内心犹如钟摆般飘忽不定，但最终她还是如同自尽的父亲般抛弃了克鲁尔。克鲁尔忍住心中的酸楚，目送他们离去，但最终还是无法抑制的痛哭起来。一位教授见他情绪不佳，便来找克鲁尔聊天，两人宛如忘年交般畅聊到深夜。教授告诉克鲁尔，生命短暂才会萌生爱意，永恒则会滋生虚无，人生不只有爱情这个选项，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生命，挖掘自己的精神世界。能伴随自己走完一生的人只有自己。在一番交心过后，克鲁尔暂时摆脱了忧伤。教授提出邀请，希望能请克鲁尔去家中坐坐，他欣然接受。在教授的别墅里，和他的家人打起了网球。但正当他们玩得不亦乐乎时，邮差将一封信件递到克鲁尔的手中，而这封信竟是国王寄来的，对方要召见侯爵路易斯。克鲁尔瞬间吓一大跳，国王肯定是见过侯爵的，如果他贸然前往，无异于送死。随即便找了个借口，刚想要跑路时，却被教授女儿堵个正着。也许是克鲁尔的外貌太过惊艳，他已经被其深深吸引。尽管克鲁尔极力解释身份，教授女儿还是抱住了他，恍惚间他似乎看见了莎莎。Ich hab's dir versprochen, ich werde nicht aus der Rolle fallen. 最终克鲁尔决定要将侯爵的角色饰演到底，但国王一眼就看出克鲁尔是个赝品，本想招呼卫兵将其拿下，但克鲁尔想到了一句话 Die Menschen verzeihen alles, Marquis, wenn man ihnen nur gefällt. 他开始卖弄他最擅长的东西，语言的艺术。 Knien werde ich oder liegen in meinem Blut. Wenn Majestät es befiehlt, aber sitzen werde ich nicht. Die zeigen eine lobenswerte Gesinnung. Ich weiß, es steht mir nicht zu, Mitgefühl mit eines Königs erhabener Person zu empfinden, aber ich kann nicht anders. 而相较于之前的真爵路易斯，国王更钟情于现在的假爵克鲁尔，索性就假戏真做吧。 Als wir uns vor 5 Jahren in Paris kennengelernt haben, waren Sie jedenfalls nicht so eloquent. Ich war ein anderer. 这次他又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化解了一劫，克鲁尔再次扬帆起航。但关于莎莎，克鲁尔依旧爱着，可他深知贫穷会让爱情凋谢，所以他选择一别两宽，互不打扰。有些感情注定是要慢慢回味的，转瞬即逝的爱意才会让人铭记一生。恍惚间，记忆中自尽的父亲正举着杯为现在的儿子骄傲，克鲁尔也举起杯回敬，但这次不是庆祝自己生来显赫，而是不论顺风还是逆境，苦乐同饮。至此，全篇结束。再细致的解说也无法比拟原著。我是小无聊电影，期待与你的每一次相遇。